老夫人，老夫人，少爷他怎么了？少爷他好像活过来了。读书，你明明知道他不是读书的料，却非要逼着他读书，这下好了，跳楼了，人没了，你满意了吗？我哪知道，我只不过就让他在书楼待一会，谁知道他。陈林渊，你是老糊涂了，帝京翰林院待傻了吧？上尉让你告老还乡回来，你就好好带着咱孙儿吉安在家玩就好了，你非逼他读书干什么？我知道吉安是你从小一手带大的，有感情，但我也是希望他能出人头地呀。这孩子一出生，女皇陛下下旨自名小父字吉安，你不懂这名字的意思吗？这些年我开阳神将府，虽说稍有没落，但就凭这花溪别院和别院外那千顷良田，保吉安一世无忧，有问题吗？此时一位少女正站在卧房的那张床前，床上则躺着一具尸体。小少爷，你就这样走了吗？醉红服侍你13年了，真是舍不得你呀。哎，小少爷，可惜你长这么大才见过你父亲2次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是啊，吉安是个私生子，这13年来远在帝京的爹爹仅仅只回来了2次，一出生他便被奶奶带来了临安，现已17年有。少爷，前几日我还听老太爷给你定了一门婚事，听说是安家的大小姐，那位安家小姐可是天下4美的其中之一呢。哎，但少爷你无福消受了。就在翠红垂头叹息之际，耳畔忽有一个声音传来：“这是哪里？快扶我起来！”翠红豁然一惊，随后便跑了出去。老夫人，少爷他怎么了？少爷他好像活过来了。这他娘的是哪啊？难道我穿越了吗？这时老夫人和老太爷匆匆地进了屋子。吉安，我孙吉安还好吗？这时陈吉安便闭上眼睛，过着原主这一世之前的记忆，随后睁开眼睛便说道：“奶奶，我没事。”好，活着就好。孩子，咱不读书，这辈子谁敢叫你读书，奶奶就杀了谁。奶奶这就派人去给你抓区区，将临安城所有的区都抓来。往后啊，你可万万不要起了轻生之意。不要区，那你想要什么？奶奶，爷爷，我想静。静静是李员外的女儿李静静，还是张通判的女儿张静静？不是，我只是想要安静一会。好，那你先休息。说完，众人便退了出去。随后陈吉安便又开始捋取。原来原主从书楼的3层楼跳下，真正的缘由并非陈老太爷逼迫他使，而是因为看了那个未曾谋面的未婚妻安小薇给他写的一封信后才跳下去的。由于原主识字不多，他也回忆不起来了。等休养一些日子，得去看看那封信。一转眼，吉安已经穿越过来10多天了。这一日，他从屋里出来，来到了后花园。这时翠红跑了过来：“少爷，老夫人说过，你需要在房间里静养。”吉安抬头看了看翠红，只见他后面还跟着一跛了一条腿的胡子拉碴的酒鬼，此人叫老黄，在这10多天的夜里，老是跑到吉安房间去看他。他以为吉安已入睡，却不知道吉安是在装睡。就在昨天夜里，他突然在床前说了句没边的话：“哎，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不管如何，你都需要学点武功来防身了。”好事坏事指的是什么？没人了，我再问他。这几日躺的骨头都松了，我想出去走走。老夫人的话，奴婢不敢违背，你还是回去吧。我就在这院里走走，好了，不要烦我了。那奴婢服你。若是少爷寂寞，我把您之前养的区拿过来吗？不用了，我去书楼看看书吧。翠红一听看书，她瞬间便被吓了一跳。少爷竟然想要看书，还是别了，你还是玩区吧。你不用怕，我不会再跳楼了。行了，你下去吧，我自己待一会。随后翠红便退了下去。见翠红走后，吉安便走进了书楼。他来这里不是只为了看书，而是想看看他那未婚妻安小薇写的那封信。顺着记忆找到了那封信，然后他便看了起来。大概信的内容就是让吉安放心，他会遵守婚约，鞭策他努力学好本事，好让安小薇在姐姐梁静茹面前昂首挺胸。为了测试他的才华，安小薇还出了一副上联，让他对出下联，盼望他回书一起寄给他。就在这时，陈老夫人他们走了进来。吉安，不是叫你不要再来这里吗？你怎么不听话呢？
是不是区区没有了？没有了，你说啊，奶奶派人去给你多抓一些回来。奶奶，我真不喜欢区区了，我就是想要来这里看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走，咱们出去吧。到了晚上，吉安又想起那封信，让他对那个未曾谋面的未婚妻刮目相看。随后，他拿起笔开始写起信来。这时，远在帝京的安小薇正在和姐妹梁静茹聊着天。小薇，你这信寄出已经快半年了，怎么样？他还是没回信吧？安小薇没有回答他。我哥究竟哪里差了？你就非要守着那破婚约吗？我可告诉你，我哥他将来必定继承天书神将府的。你若是点头，你一定是天书神将府的女主人。安小薇面容丝毫没有因为梁静茹的这番话动一动。你说会不会是因为陈老太爷没有将那封信交给他呢？我就不明白了，一个目不识丁的私生子，你怎么就放不下丢不掉呢？我听说他生得很好看。我的大小姐生得好看能当饭吃吗？我说你左右无事，与我一道去临安，如何？你疯了！此去江南2000余里，马车足足要2个月的时间呢，你可是大家闺秀，这样跑去见你的未婚夫，可不合你安府的规矩。接上吉安小薇提议去临安，梁静茹以为他去找陈吉安呢，当场呆住。去临安可不是要见他，那是要干啥？齐国徐子州徐老大儒将带着名下12学子前来参加明年秋的书山文会，他给爷爷来了一封信，现已出发，目的地并不是帝京，他想要重游江南，我便代表爷爷去江南迎接他。爷爷说他一定是去的临安。为啥？因为爱情。第二日，陈吉安将信给了翠红。翠红，这封信你今天帮我寄出去。好的，少爷。随后吉安又来到书楼，打算看看书，谁料刚一到这，哪还有什么书楼，就连断壁残垣也没，地基都被新鲜的泥土覆盖，甚至还有刚种上不久的几株树苗。我的奶奶哟，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对了，今儿个我要出去一趟。少爷，老夫人尚未回来。是哦，奶奶都同去1个月有余了，怎么还没回来？我出去与奶奶是否回来没有关系。老黄不在家，叫二狗子驾车。陈吉安话音刚落，通往后花园的那扇月亮门里一个声音传来：“少爷，老奴回来了。”说完，老黄便走了过来。这时，陈吉安注意到老黄的脸上有一道狠伤口。少爷想去哪里？你脸上的伤是谁弄的？少爷不要担心，老奴受伤是家常便饭的事，老奴命硬得很。老奴答应过一辈子都给少爷当门房，将来少爷成了亲，若少爷不弃，老奴继续给小少爷当门房。你答应过谁？你母亲。陈吉安记忆里对老黄的了解有限，只知道从记事起，老黄就在这南院的大门前守着。老黄，你可知奶奶去了哪里？半月前在凤鸣山上的那座庙里一见，老夫人说她要去找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老奴也不知道，但老夫人要找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奶奶带了少人前往？就老夫人一人。老黄这话一出，陈吉安就愈发的惊诧了。你这话的意思是奶奶的武功很高？不瞒少爷，老夫人的武功比3层楼还要高，少爷无需为老夫人担心。你的武功有多高？呵呵，老奴天资笨拙，也就1层楼那么高。随后陈吉安看了看旁边的大树。老黄，你能飞上这树顶吗？可以的，小老儿献丑了。说完，老黄一跃便跳上了树顶。厉害啊，老黄，这就是轻功啊！这就是轻功。我能练吗？这时老黄便跳了下来，然后从怀中拿出一本书。少爷能练，这就是老奴出去给少爷弄回来的内功心法。陈吉安激动地接过这本小册子，打开看了看，上面没有一个字，都是一些人体经脉真气的走向。这书你在哪弄的？齐国般若寺。你跑去齐国了？冷道人说这功法在齐国的般若寺。冷道人是谁？一个破道观的老道士。前一阵他说这功法适合少爷修炼，然后你就去了。你这脸上的伤也是那寺里和尚弄的吧？这无名小册子是真正的宝贝，老奴教不了你，少爷可等老夫人回来之后再行修炼。那行吧，我先收着。少爷刚才说要出去，少爷想去哪里？哦，临安书院。行，那老奴去套车，咱们这就走。接上集，老黄驾着马车，里面坐着陈吉安，没一会便到了临安书院。少爷，临安书院到了。陈吉安刚下马车，又有几辆马车驶来，在离他这远处也停了下来。然后从马车里下来了一群人，一个白发苍苍却依旧精神矍铄的老人带着10余个少年走了过来。临安书院已1000年，这1000年里，临安书院出了不少的名人，其中就有大周当代最年轻的那位大儒秦文琪。此次带着你们前来临安书院，便是要你们观摩临安书院的学风。记住，勿要意气用事，勿要咄咄逼人。随后众人便答应，
这时老人注意到了陈吉安，足下可是这临安书院的学生，在下就是来这里的书楼看看书，听老丈口音，非大州人士。老夫从齐国来此访友，小友现在进去吗？进去。那莫如与老夫一行同行。好，请。公子贵姓？免贵姓，臣名小父，字季安。这名何字取得好？公子在哪处书院求学？说来老丈不信，在下未曾求学。公子当家中富贵，请了先生上门，这固然挺好，但老夫还是认为读书就应该去书院。老丈，我倒不是追求多少学问，就是看看书。读书是为了求知，倘若只是看看，一知半解终究浅，反倒是虚度了这大好的时光啊！老丈所言极是，只是我之所求，并非于此。那公子求啥？我之所求，便是自省，自省，自省。今日无碍，明日无忧。你老可以理解为咸鱼。你之所求，老夫暂不敢苟同。正当拼搏之年，却如死鱼一般不再动弹，岂不是辜负了这大好年华？这时陈吉安想了想，随后便躬身一礼。老丈所言有理，花无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确实当珍惜。老人一听，那双老眼顿时一亮。好一句花无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敢问陈公子师从何人？陈吉安顿时一呆，总不能说自己无师自通吧？他脑子里电光一闪，冒出了一个名字。小子师从这临安书院的姜老夫子。难怪你小子有如此才华，原来是姜于正那老家伙的弟子。老夫今日前来临安书院，便是想要与这位老友一见，却不料在这里遇见了老友弟子姜于正，身子骨可还好？陈吉安这就傻眼了。那位姜老夫子在前身9岁的时候确实教过前身3年，奈何只教会了他30个字。这个先生身子骨还算硬朗。走吧，咱们进去，你与老夫同去见见你的先生。这时，书院的学子正都在院楼外的广场上。你听说没有？齐国徐子周徐老大儒带着他的12弟子，将于今日抵达临安书院。听说了，我看来者不善，大家都是读书人，既然遇见，免不得要在才学上分一个高下。怕什么？学政黄大人也挑了12个人，而且个顶个的都是书院最杰出的弟子。对啊，听说魁首李三秋也在啊。李三秋此刻也眺望着前方，心里有些期待，也有些紧张。这时学政大人走了过来。姜老夫子呢？啊，他有几个帝京的亲戚，昨晚刚来，就住在学院后面南屏山下的那几间雅舍里，想必他在陪着他的亲戚。荒唐，是亲戚重要，还是迎接友邦使节重要？李院正派个人去将他叫来。李院正派个人去将他叫来。虽说来者不善，但咱们待客之道的礼仪不能少，要表现出咱们大周朝的气度。孙越，去将你的老师请来。那叫孙越的少年点了点头，转身向书院的后方走去。此时姜老夫子正在招待着5位帝京的老仆。老夫子不必拘谨，本公子闲来无事，就不听说齐国使节前来，便带着他们2人一会。这位是文昌学宫的梅长宇，这一位是竹下书院的叶少爷。老夫子好。原来是帝京6杰中的2位，老夫早有耳闻，果然自古英才出少年。老先生夸赞了。若说才学，我等与左相府的潘公子可无法相提并论。左相府的潘公子，不知左相府的潘公子大驾，若有怠慢之处，还请潘公子多多包涵。潘青云得意的笑了笑，随后便看向了坐在一旁的戴着一张白色面巾的安小薇。本公子在帝京听说了一些关于陈小富的事，他这个私生子当真就大字不识一个吗？他这话一问，安小薇整个人顿时就不好。也不是大字不识一个，他还是能认识30来个字的。哦，那就是说帝京的传言非假，他就是个废物了。小老儿斗胆，吉安他其实是个可怜的孩子。可怜？2个月前他还寻了短剑跳了。此话一出，安小薇一惊。姜老，他跳了楼，生死如何了？这个吉安没死，第2日又活过来了。切，没死。姜老，那他现在怎样了？这个老夫也不知道，他这2个来月似乎并没有出门。小薇，你似乎对他颇为关心。啊，晚辈只是好奇，他为何跳楼呢？听说是他爷爷逼着他识字，那孩子吧，真不是读书的料。他的话音刚落，孙越便跑了过来。先生，学政大人请您前去广场一趟。徐子周一行到了，弟子过来的时候还没到，想来该很快了。诸位就在此用茶，老夫去见见就有。一同去吧，小薇，同去如何？我不太喜欢那样的热闹，便不去了。临安书院书楼里藏书甚多，静如，走，咱们去书楼看看书。真不是我将你此行江南的消息告诉给潘青云那家伙的。我知道不是你，这个潘青云真是烦人，
不过就是二皇子门前的一条狗罢了。小薇，别乱说话，你也知道他是二皇子门前的一条狗，小人最难缠。安小薇撇了撇嘴，倒是没有再说。要去藏书楼，就要经过学院前广场。这时徐老大儒已经到了，广场上面人声鼎沸。这时二人停住脚，要不要去看看？有什么好看的？你想看看你就去，我去藏书楼看看书。好，我去看看，待会我来藏书楼找你。我去，这老头谁啊？临安书院为了迎接这些齐国来的人，搞出了如此之大的阵仗。算了，我还是先走吧。老丈，在下需要去藏书楼寻几本书，有些迫切，要不改日再会。吉安话音刚落，这时有人认出了陈吉安。咦，那位是不是陈林渊的孙子陈吉安吧？这话正好被徐老大儒听见。你是陈林渊的孙子？还是开阳神将大人的私生子。这时江老夫子一行走了过来，刚一走近就看到了陈吉安，你怎么来了？学生陈吉安见过先生，学生本想来藏书楼看看书，碰巧遇见了这位老先生，便与之同行。对了，我还有事，诸位告辞。这时一个声音陡然响起：站住！你就是陈吉安？我就是陈吉安，你们先忙，我去书楼看看书。陈吉安，你目不识丁，竟然要去书楼看看书？看来你对我去书楼看书有点意见啊。既然看不懂，又何必虚装呢？在地形便听闻你识字不过30个，连5岁的孩童都不。切，本公子不屑于与狗打交道，就当今日出门没看黄历，被狗咬了一口，本公子总不能咬回去吧？你什么你？我送你一副对联吧，上联是1、2、3、4、5、6、7，下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用你这狗脑子去好生想想，告辞。陈吉安刚一转身，梅长雨跑过来又拦住了他。你拦我干什么？我是个讲道理的人，阁下如果不讲道理，我还略懂拳脚。怎么，你还敢？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陈小富真动了手。你怎么打人呢？打他怎么了？谁叫他挡我的路？站在不远处的梁静茹目睹了整个过程，他也惊呆了。这时他也改变了对陈吉安的看法。没想到他也挺男人的。你大胆，来人，给本公子杀了他！话音刚落，便从屋顶落下2个黑衣人，刚要动手，梁静茹一个闪身挡在了前面。怎么，恼羞成怒，想要杀人了？他先动的手。刚才这发生的事情我都看到了，谁叫他拦这位公子的路？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本姑娘在此，你就不要有对陈小富动手的心思。潘青云知道梁静茹武功高超，只能作罢。这时老黄也走了过来。公子，你没有事吧？我在外面都听到里面的动静了。我没事，多谢女侠仗义相助，我要去书楼看书了。正好，我也要去，那咱们一起吧。好。梅姨夫3人便走到了书楼门口。女侠怎么称呼？就叫我女侠就行。刚才我见公子谈吐不凡，想必是大儒教出来的学子吧？没有，我乃是自学成才。我说女侠，我这么优秀，你可千万别喜欢上了我。本女侠未来的夫婿可不是你这样的文弱书生。那是什么？本女侠的夫婿一定是万夫莫敌的大将军。大将军有什么好的？你还年轻，你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莫非你知道？这时陈吉安想起之前的自己，曾经也是在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随后便诗性大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这时梁静茹呆呆地看着陈吉安，正在1楼被书架遮挡处看书的安小薇此刻一震惊地抬起了头。这是何人，竟能做出如此豪迈的诗词来？敢问公子贵姓？在下姓陈，名小富，字吉安。安小薇豁然瞪大了眼，然后瞬间又低下了头。姑娘，不要喜欢上了哥，哥是有未婚妻的人。不瞒你们，哥的未婚妻可是天下4美之一的存在，哥是你们永远都得不到的男人。安小薇压根就没去想那首词是不是陈小富做的，更主要的是，他说他有未婚妻，还是天下4美之一，这样的邂逅是安小薇始料未及的美丽。陈公子，敢问刚才所作诗句唤作什么？渔家傲秋思。哦，你真去过沙场吗？姑娘，这个无可奉告了。如果没事的，我要进去读书了。说完，陈吉安带着老黄便走进了书楼。静茹，我觉得我好幸运，我好幸福。别这么花痴好不好？你倒是幸福了，能不能考虑考虑本姑娘的感受？你呀，你要寻的夫婿可是大将军，我可没你那么高尚的思想，我就想和吉安小富一辈子。我告诉你，他刚才可把潘青云那厮给得罪的死死的了。怎么得罪的？随后梁静茹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打得好，这种人就应该这么教训他。没想到吉安他胆大而且心还细。走走走，咱们回去。他要看书，看书伤神，可不能饿着了。我得给他送些吃的来才行。此时徐子洲与临安学院的众人正在雅舍这边喝茶。不知老大人能在临安停留多久？本官有个想法。什么想法？说来听听。闻听老大人带了12位学子才来，临安书院也出12学子，按照书山文会的规矩来命题，比试3场，对联、诗词、骈文，不知老大人意下如何？也好，但贵院不需要限制于只出12学子，这来访一次颇不容易。贵院有学子3000，让大家都能踊跃参与。也好，这样能激发更多学子的斗志，对他们能更勤勉于未来的学业大有裨益。这时徐子洲看向了姜老夫子，我说陈吉安算是你的弟子，他分明极有才华，怎么那些学子们说他大字不识几个呢？这个不瞒你说，老夫在吉安9岁时候应庄老夫人之请教过吉安3年，确实只教会了30个字。可今日所见，他似乎并非如此。恰这时候，安小薇与梁静茹2人走了过来。小薇可在书楼遇见了一个少年？先生说的可是吉安？他真在书楼看书？他真在看书。另外，他还吟诵了一首词，晚辈抄录了下来，请4位先生品鉴。随后，安小薇便把抄录的诗让大家看了。众人看了后大为惊讶。妙啊，写的真是妙啊！此词刚可入文峰楼的第7层。这时后面的学生一惊，原来徐子洲有一首诗进入了文峰楼的第7层，所以天下大儒徐子洲因此为首。已经有多少年没有文章能入文峰楼的第7层了？今日恩师竟然说此词可入文峰楼的第7层，那此词作者的才华岂不是能与恩师比肩？姜老，你教了一个好学生啊！本官认为你应该继续教导吉安，即便他不再需要来临安书院就读，这师生的名分当存于临安书院的档案之中。这雅舍还有没有空余？雅舍倒是还有一间，那就请吉安入住。花溪别院距离此处颇远，他住在这里更方便于去书楼看书。姜老，他是你的弟子，要不就麻烦你去书楼给他说一声。这个好吧，我这就去书楼一趟。说完起身便走了。没多时，潘青云走了过来。刚才我在那边就听见薛老大赞一副诗词，只是来晚了一些，不知道这词是谁所作呢？此词乃陈吉安所诵读。不可能，他就是个白痴，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诗来？你住嘴！你别以为你的爷爷是左相本姑娘就怕了你。潘青云，本姑娘警告你，你再有对陈小妇污蔑之言威胁之举，本姑娘回京之后定会去女皇陛下面前告你一状。随后潘青云冷哼一声，安小薇见状便拿着了金凤佩。你敢视女皇陛下的金凤佩为无物吗？你当女皇陛下会因你是左相的孙子就不惩戒于你吗？吉安之才华是你这样的草包能去质疑的吗？潘青云看到女皇贴身之物也低下了头。安小姐说的对，在下就是个草包，还请安小姐原谅则个。哼，小薇，听起来你对吉安颇为上心啊。不瞒徐爷爷，吉安他是我的未婚夫。这话一出，众人一惊。再说这边，姜老夫子刚到书楼，就看见陈吉安在安静的看书。吉安还在看书啊？先生，您怎么来了？呵呵，我的学生在书楼看书，我这个当先生的自然该过来看一看。你手里所看的是何书啊？回先生，此书叫《陈朝旧事》。吉安啊，你分明天资聪颖，当年为何要在老夫面前装傻呢？先生，学生迫不得已。姜老夫子沉吟片刻，恍然大悟。担心开阳神江府的那位大房吗？毕竟那时年幼，万一他要对学生不利，奶奶又不可能时刻在学生身边，他要弄死学生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随后姜老夫子叹了一口气。对了，吉安，这些日子你还在书楼看书吗？看呀，我得将这里的书都看完。好，那你就住在书院的雅舍，方便吗？当然方便，吃住虽比不上花溪别院，但胜在你不用天天浪费个把时辰的时间，多谢先生。可别谢我，走，老夫带你去雅舍，也该用午饭了。说完，2人便出了书楼。安小薇此时将婚书之事讲完，又羞涩地说道：“其实我来临安仅仅是出于好奇，想看看他，倒是没有料到他会有出人意料的一面。”哼，老夫亦认为这是一段传奇的姻缘。我现在是非常看好吉安这小子的。多谢徐爷爷的祝福，只是吉安现在尚不知道我就是他的未婚妻。就在这时，姜老夫子带着陈吉安走了进来。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中，他径直就向安小薇走了过去，然后把手放在安小薇的肩膀。众人当时就满脸的问号，安小薇当前也不知所措了。
傻丫头，若不是留在桌上的那张纸，我还不知道你来了。什么纸？你刚刚是不是在书楼抄录我说的那首诗了？我看到有一张作废的纸，上面有几个字，正与你写给我信上面的字迹是一样的，所以我断定一定是你来了。安小薇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唐突？有什么唐突的？你能来我高兴还来不及。说完，吉安又牵住了安小薇，随后便对众人说道：“诸位，我与小薇有很多话要说，这便告辞，有暇再会。”说完，牵着安小薇的手走了。小薇，你何时到的？昨个傍晚时分。辛苦你了，我本打算过些日子去帝京看你的。不辛苦的，我久久未能等到你的回信，便有些急了。这得怪我回信晚了一些。我听说你2个月前从楼上跌落，没啥大碍了吧？痊愈了，比以往更好。那就好，你给了我太多的惊喜，以后会给你更多的惊喜。说完，陈小富便抬起手，把安小薇的面巾解下。天若惊鸿，脚若游龙，果真很美。不行，这面巾得戴上，别人多看一眼，我都觉得亏了1个亿。有妻如子，此生何求？还没成亲呢，这不快了吗？要不你住到西花别院去？可梁静茹与我同来，我也不太好就这样将她丢下。梁静茹就是那个女侠。花溪别院很大，我的南院也很大，多她一个无妨。那傍晚时候，这里柳池比试结束，咱们去如何？什么柳池比试？就是徐老带来的12齐国学子与临安书院的学子们比试对联，明日比试诗词。我对那玩意儿没啥兴趣，不如就在书楼看书等你。你不去我也不去，我陪你去书楼看书。徐老大人的小院里这时却陷入了沉默。这首《渔家傲秋思》恐怕并非陈吉安所作。是啊，毕竟是他一家之言。弟子的意思倒不是否定陈吉安的才华，只是觉得这事儿太过匪夷所思。既然咱们与临安书院的学子们有3场交流，便请陈公子参加，正好核实验证一下。我也这么觉得。太阳已西斜，临安书院的柳池边已聚集了许多的学子。怎么没见陈吉安来呢？先生说他和安小薇在藏书楼，看来是不会来了。这狗东西凭着一副好皮囊，还有那张舌灿莲花的嘴就迷住了小薇。你莫急，他不敢来理应是心虚的表现，便说明那首词绝非他所作。这小子莫非是在书楼看书入了迷忘记了？老夫倒是邀请过他，他却拒绝了，说对此并无兴趣。此时徐子洲心里也开始打起了鼓，陈吉安不来是不是怕被揭穿没有真才实学呢？老徐就不用再等了，出题吧。徐子洲微微有些遗憾，他是真希望陈小富能证明自己，但现在陈小富分明就是在逃避。好吧。随后徐子洲便站了。肃静，老夫今日率12弟子前来临安书院访友，顺便交流。今日比试对联，这第1式对联由老夫命题，尔等听好了。上联是：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需努力，以1炷香的时间为限。请诸位对出下联。徐老刚出完对联，梁静茹便向着藏书楼走去，可刚到门口便被老黄拦住了。你让开，我要进去。里面2人，你进去多余。你知道本姑娘是谁吗？看你模样，当是梁栋的女儿。你认识我爹？岂止认识，你来这里要干什么？徐老夫子出了一上联，那些学子都在质疑陈吉安的本事。本小姐前来就是要陈吉安对出这下联来证明他的本事的呀。老黄想了想，随后便让开一条路。你进去吧，少爷确实不能被那些人给羞辱。梁静茹刚来到1楼，就看到了安小薇。静茹，你来啦？你未婚夫呢？他在2楼看书呢，怎么了？徐老夫子出了一上联，那些学子都在质疑陈吉安的本事，你赶紧让他对出来。什么对联？你说说。随后梁静茹便把刚才的对联又说了一遍。这对联有点难度呀。这便是考验你这未婚夫真才实学的时候了。这有什么好考验的？我对出来，你拿去交给徐老便是。这也行。随后安小薇便在纸上写出了下联，交给梁静茹。行了，你拿去给徐老吧。你就不趁着这机会瞧瞧你那未婚夫的本事？他要看书，没这闲工夫。这时陈吉安看完书走了过来。女侠，你怎么来了？陈吉安，徐老出了一个上联，你看看能不能对出来？你如果能对出来，今晚我就和小薇随你回别院。好，那你说说是什么上联？随后梁静茹便把上联说了一下。陈吉安微微一笑，然后在纸上就写出了下联，交给了梁静茹。行了，一会回去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回别院吧。梁静茹拿着下联风风火火的便往回赶。1炷香的时间已过，有才学的都已经对了出来，4人通过筛选，终于定出了第1名。我宣布排名第1的是……慢。
说完，梁静茹便走上前。排名第一的下联在此。姑娘，你是何意？诸位，你们看看这2道下联对的如何？妙对，妙对，这2道下联比咱们所评选出的这4道下联皆胜一筹，只是不知道这下联是何人所作呢？其中一个是安小薇对的，另一个是陈吉安对的。姑娘，你可不要说谎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小薇对出此联用了10息时间，陈吉安他对出此联仅仅只看了一眼。说完，4人又是一惊。如此说来，吉安的才华当无容置疑了。姜老夫子依旧保守一些，他自然是相信这位梁郡主的，但终究还是没有亲眼看见陈吉安作对，他不希望陈吉安被捧得太高。这个毕竟已过了1炷香的时限，老夫觉得今日之名次就不再变了吧。从书楼到这里需要时间，好就是好。老夫以为吉安的这道下联比小薇的这道意义更深刻，当为第一。本官同意。老夫同意。好吧，明日诗词和骈文，老夫会让吉安前来参加。你就不去听听徐老对你这下联的评价吗？不听。为啥不听？没悬念的，只要你相公出马，他们所有人都是渣渣。走吧，回去收拾东西回家。我反对，明明1炷香的时间已过，凭什么陈小富的下联还能参与评判？而且这还不一定是他对的。肃静！你们怀疑我等不公，你们当真以为陈小富大字不识几个？老夫告诉你们，他那都是装的。既然他装了这么多年，为何现在就不装了？尔等肃静，你们且听听陈小富所对之下联。所有人渐渐安静了下来，毕竟是得了第一的下联，他们也很想知道这下联究竟是如何对的。此下联是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老夫就问你们，此下联能否当得了第一？尔等依旧不信，那明日让他再来比试诗词和骈文。好，如果明日他还能胜出，我等就信服于他。好，那今日诸位就散去，待明日你们同台竞技。学子们在不甘中渐渐散去，此时2辆马车正行驶在大街上。小薇，怎么了？这面巾我们2人相处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别的男人在旁边的时候，你才能取下来。江南的天气比地京热一些，捂着不是很舒服。我给你摇扇。对了，我给你治冰，反正你不能在别的男人面前露脸。好，你刚才说治冰，冰还能治吗？当然能了，这2天我让下人去收集一些材料。此时马车从繁华的临安城驶入了通往花溪别院的那条郊野大道，日已西沉，天边艳红。老黄，停车！小薇，咱们下车走走。好。小薇，这里所有的田地都是花溪别院的，将来也都是我们的。走，咱们回家看看。随后2人继续前行，后面跟着满脸鄙夷的梁静茹，来到了花溪别院南院的那处大门外。刚到门口，就看到门外站着一个小道士。你就是陈小富？对，你是？我无极关冷道人关门弟子阿来，奉师命下山，说是保护你。等了你1天，我饿了，有吃的吗？陈小富有些惊讶，老黄曾向他提起过冷道人的名字。这时老黄带着另一个马夫也走了过来。老黄，他说是奉冷道人之命下山来保护我的，你总该认识他吧？认识，这小子武功不错，就是人有些直。他既然来了，这以后少爷出门就由他跟随了。他武功有多高？能打你这样的30个。陈小富一听，然后便看向了梁静茹。那打他这样的呢？也是一样。本郡主的武功在地京那也是有名的存在，你也太狂了，本女侠也能打他30个。女人打什么架咯？在家里做饭，生娃，这才是女人该做的，打架是男人的事。来，咱们比试比试。算了吧，我走了3天3夜，连水都没有喝一口，我要吃饭。没一会，阿来就干了7碗饭。对了，我睡哪？不急，待会让翠红给你安排。姐，我现在很困。不是，你是来保护我的，我没睡你却睡了，这说不过去吧？有黄老邪在，我先去睡了。等等，那你现在吃饱了，咱们比划比划。不，我的剑不是用来比划的，是用来杀人的。呵呵，今晚就让他睡那吧。果然是高人，坐在屋顶都能睡着。哼！少爷，老太爷没在东院，听大管家说，老太爷今日下午便出去了，说是受钱老所邀去沁园下棋，估摸着也快要回来了。钱老是谁？前朝2朝元老钱世林，官至内阁首辅。哎，只不过现在有些凄苦。这时下人走了过来。
少爷，门外有2个老人求见，一个叫徐子舟，另一个是少爷曾经的先生江老夫子。这2老头天都黑了，跑来作甚？走走走，少爷得亲自前去迎接。不知2老这时到此，所谓何事？老夫想要你明日去聚贤楼前比试诗词填文，不知吉安能去否？好证明自己。证明给他们看的对我毫无益，这意主要还耽误我看书的时间。1寸光阴1寸金，按照光阴与金的比例这样算，那将是多少金？呵呵，吉安缺银子了吗？缺啊，这不就要成亲了？我这个私生子总不能指望开阳神将府给我一笔银子吧？你说的对，你本无需证明自己，便没有义务去参加明日的交流。但老夫已答应了那些学子们，故也无法反悔。你看这样如何？明日上午的诗词，下午的填文，你但凡能拿到一个第一，老夫奉送纹银1000两，这样行吗？徐老，这银子不应该由你来出，是他们想要质疑我的，谁质疑谁出银子，请我求证，这才合理吗？那吉安，你的意思是？我陈吉安的时间很宝贵，明日交流我会到，但前提是入聚贤楼者需要收门票。门票？对，入场者交10两银子。这么贵吗？这收来的银子呢，弟子不能独吞，就请先生给院正大人说一嘴，就说平分。其实弟子还有一个主意，能让书院赚到更多的银子。江老夫子顿时来了兴致。你说来听听。明日一大早放出消息，就说花溪别院的那个私生子要在诗词文章上单挑临安书院的所有学子，还有齐国的12学子。然后呢？这么一说，肯定会引起临安城所有街坊们的兴趣，到时那便在书院的大门口收银子，书院的学子也必须给。不过等赚到了那些街坊们的银子之后，书院学子所交的银子如数退还，其余的银子弟子与书院55分账，如何？这时4人无比震惊地看向了陈吉安。还能这样？是不是有辱斯文？知识这个东西，它只能变成银子，才能真正的体现其真价值。江老夫子与徐子舟对视。那老夫与老徐回到书院，便去与李院正商量商量。好。第2日，陈吉安和安小薇刚吃完早饭，府里的一个丫鬟便跑了过来。翠红姐，翠红姐，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不好了呀！刚才张大牛来了别院外，说临安城里沸腾了。你别急，仔细说来听听。他说有数百学子敲锣打鼓走在街巷上，说少爷他今儿个要在临安书院挑战所有学子。呵呵，看来那边同意了，走吧，咱们也该出发了。接上集，阿来驾着马车来到临安书院的门口，这时已经围了不少人。陈吉安下了马车，便直奔藏书楼而去。刚走到一半，就被潘青云等人拦了下来。陈吉安啊，陈吉安，本公子当真是很佩服你了。你佩服本公子就对了，请让开，本公子没那闲工夫和你扯淡。急什么呢？左右你都是书。鼻子不疼了吗？今天又敢来拦我的路。你别你不你的，赶紧让开！就不让？怎么的？你动我一下试试。阿来，交给你了。话音刚落，阿来上去就踢飞了出，然后又把他们挂在了房梁上面。怎么样，二位，下次还挡不挡本公子的路？你给我等着，陈吉安。好，我就在这呢，随时奉陪。咱们走。潘青云虽说很讨厌很可恶，可他爷爷是左相。不要怕，有你相公在，万事皆安。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不远处的玉妇看在眼里。这厮不似传闻中那么简单啊！六皇子殿下，此事当从长计议，咱们还是轻易不要招惹陈小妇的好。难道就这么看着小薇嫁给他？本宫心里不甘啊！殿下莫急，待去了大周帝京，见了女皇，殿下可提出对安小姐的爱慕之情。毕竟这2年大周朝遭了太多的灾，她需要咱们齐国的帮助，到时肯定会同意。哈哈，所言极是。你等着陈吉安，一会我必定让你丑态毕露。陈吉安在临安书院暴打了左相大人的孙子，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老黄耳朵里。打得好，少爷就该是这个样子的，这才像他娘。可他娘并没有认他，潘伯父可不知道他娘是谁。潘青云回到帝京，你说潘伯父会做些什么？呵呵，那就不让潘青云回帝京。这时聚贤楼已经来了很多人，所有人都已落座完毕。接下来徐老便说话了。接下来老夫将出诗词2道题目，所有的学子皆可参与，作答的时间为半个时辰。接下来有请挑战者陈吉安陈公子登台。话间刚落，一个学子跑了过来。先生，陈公子他说什么？他说台上太热，他就先不站在上面了，就请先生们出题，让所有的学子们先作吧。他还说要是先答出来，那么其他学子便没有勇气再答了。此话一出，众人一片哗然。这厮好大的口气。好吧，那我便出题了，请诸位学子以相思为主题，做一首回文诗。
5言7言皆可，请诸位作答吧。什么叫回文诗？回文诗就是正读、倒读皆可，不仅仅要阅读无碍，还得有诗情画意，这难度不一般啊。回文诗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倘若太过简单，我等阅卷都要花费很多时间。此时梁静茹已将这第一题从聚贤楼那边带了回来，跟陈吉安说了一遍。怎么样，是不是很难？这玩意有什么难的？嬷嬷，看本公子写一首来。没一会，陈吉安便写了出来。安小薇一看是又惊又喜。你觉得相公，我这首诗如何？太好了，此诗一出，天下的回文诗皆会失色。静茹，去吧，将这首诗交给徐老。等等，吉安，还是咱们同去。若只是送去这张纸，那些学子们恐怕又会怀疑是我所写。好，那便一起。接上集，陈吉安写出了诗词，然后便和安小薇便向着聚贤楼走。这时间所剩不多，做出诗的也仅仅有20多人。看来陈吉安要当缩头乌龟了，才学这个东西是无法偷窃的。希望小薇能早些看清他那丑陋的嘴脸。小薇是你能叫的吗？偷窃，本公子乃文曲星下凡，这人间还有谁值得本公子去偷窃？就你，文曲星下凡。要不咱们打个赌，赌约你出。好啊，你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做出2首回文诗，得到在场人的认同，在下就认输，否则就请陈公子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并无才学。你认输与我有个屁的关系？咱们来点实际的，赌纹银1万两。这时尚文谦有些犹豫了，因为他没有这么多钱。好，赌就赌，这钱我出了。好。随后陈吉安便走到了前面。接下来本公子就要吟诗了。本公子的第一首诗名为《春归》，画阁垂帘帘画垂，思怀系谁谁系怀。花枝弄影影弄花，柳线牵丝丝牵柳。一到吟完，徐老大如4人此刻全都站了起来。第2首名为《两相思》，诸位听好。2道吟罢，众人全都愣在了原地。妙斋，妙斋，千古绝对，连老夫都自愧不如。这时陈吉安便看向了尚文谦。怎么样，徐老都说好了，银子拿来吧。玉福只能认赌服输，拿出1万两的银票给了陈吉安。今日这第一式本公子输了，待会还要比一首词，陈公子敢不敢与本公子再赌一局？好啊，那这局咱们就赌大点，10万两如何？好，不过本公子有个条件，待会先生出题，你只能在这里写出，不能再去别的地方。没问题，那就请徐老出题吧。那老夫便出题了，诸位学子请听题。今日之词，便以少年为主题，可写其志，写其愁，写其喜，或写其忧。请诸位学子各抒胸怀，畅意而作吧。其他学子还在找那属于少年的情绪。这边陈吉安已经开始落笔写上了，没一会便写了。4老接过来一看，无不称赞。此词能入文风格第6层了，其他人可有信心比陈公子写得好的？一听徐老这么说，别人都低下了头，包括玉福。那位公子，你输了，10万两拿来吧。玉福随后便口吐鲜血晕了过去。这时从后面走来了一个小丫鬟，拿着一封信给了陈吉安。公子，这是我家主子给你的。你家主子是谁？公子一看信便知。说完，那小丫鬟便走了。临安书院的这场比试以陈小富的完胜而告终。自此，吉安已然从昔日的白痴变成了今日的大文豪。这天一大早，陈小富又带着一行人走出了花溪别院，向不远处的那村落走去。今日他要到张大爷的家里。不知道少爷和少奶奶来老奴家所为何事？张大爷，你之前是铁匠？是的，但已经快10多年没动过这手艺了。少爷要打什么？陈小富没有说，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外人梁静茹。还没想好，先这样，就在这村子里找个僻静的地方建一处铁匠工坊，你负责找人，我这有1万两，你先拿着当做费用。少爷既然要建一处铁匠作坊，老奴自然全力以赴。好，你先运作，过几日我还要来。接上集，临安书院的这场比试以陈小富的完胜而告终。5天后，他又打算建处铁匠作坊。张大爷，这就麻烦你多费心了，我等先回去了。好的，少爷，请放心。说完，陈吉安众人便回去了。没一会，张大爷的儿子回来了，看到桌上面的钱，便问道：“爹，哪来这么多钱？”随后，张大爷便把陈吉安要建铁匠作坊的事情说了一遍。爹，你说少爷为啥拿这么多钱要建铁匠作坊？当时为了自保，估摸着是来自开阳神将府的那位大夫人带给他的压力，算是未雨绸缪吧。吉安，你弄铁匠作坊要干什么？这个等以后慢慢告诉你。现在我不仅要弄铁匠作坊，我还要高筑围墙，围墙上要有箭塔，有瞭望台，还要有烽火台。陈小夫这么一说，便让所有人又惊呆了。你要干什么？当土皇帝吗？呵呵，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没一会，众人便回到了别院。
刚到门口，翠红就走了过来。少爷，老黄回来了。老黄说老夫人大抵再过11天也回来了。好的，我知道了。对了，老太爷说庆元的钱老邀请您有空带着安小姐一同过去坐坐，说想见见你。钱老可曾是官至内阁首辅的那位？是，明天咱俩就过去拜访一下。好。再说潘青云这边，自从上次被陈吉安痛打一顿后，一直在客栈里窝着火。不行，我一定要报这个仇。潘兄，你不是已经往帝京给你爷爷写信了吗？看左相大人如何回复于你。我等不了，你赶紧给我想个办法，我现在就要出气。梅长宇低头想了想，没一会便开口说道：有了，咱们现在可以去找官府，相信凭着潘兄的背景，把陈吉安弄进大牢应该不是难事，到时在牢里再想法弄死他。妙啊，梅兄，好，咱们就这去官府。随后二人便来到官府，刚到门口就喊着要见府衙。这时一位师爷走了出来。你是师爷是吧？去把葛子建葛大人叫出来，就说帝京左相孙子潘青云找他。师爷心里一惊，暗自佩服城守大人料事如神。这个不好意思，葛大人去了乡下体察民情去了，可能要很晚回来。那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我不等他了。嗨。说完潘青云便走了。此时葛大人正坐在钱首府家喝着茶，钱老太爷正在看着前几日陈吉安做的诗词。钱老，陈吉安的这些对联诗词虽好，却也不至于让您老手不释卷的吧？你呀，你若是有你父亲一半的才华，也不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来。看吉安的词语如饮美酒。对了，你打算还在我这儿待多久？得等那位潘公子离开临安吧。就在这时，门童走了过来。老爷，陈吉安陈公子来了。快快有请。没一会，陈吉安和安小薇便走了进来。众人先是客套了一番，随后便都落了。你在临安书院所做的诗词，最多2个月就会传入帝京。到时女皇陛下惜才，她一定会下旨召你入京参加明年秋的书山文会。钱老，我不想进什么京，也不想参加什么书山文会。吉安啊，我知道你所忌惮的东西，现在你放心，有你奶奶在，开阳神将府的那位大夫人现在不敢把你怎么样，但以后……接上集，陈吉安受邀来到钱老府上，这时钱老一针见血地说出陈吉安现在所忌惮的东西。等你奶奶100年之后，若有人夺你别院，抢你良田，甚至要将你们夫妻和孩子置于死地，你如何处置？陈吉安对此是有打算的，便是要将花溪别院打造成一处坚固的城堡，但这种事并不能为外人说，还请老大人指点迷津。你才华既然如此出众，何不卖给帝王家？天下也只有女皇陛下能保你一世无忧，甚至世代无忧。去当官吧。陈吉安没有说话，只是闭上了眼睛。你可以就在临安等着风雨的到来，亦可入帝京，走入风雨之中，看你如何选择吧。或许钱老的话有些严重，吉安，你若不喜当官，咱就不当。至于钱老所说的潘不富那边的威胁，我迷个就启程回帝京向女皇说明。终究治标不治本，女皇陛下算起来已37岁了，她终究会走在我们的前面。吉安，不管出什么事，我都会陪在你身边。小薇，你真好。钱老，您老这是要将吉安这小子扶上吗？你就这么相信他能在咱大周的官场上走出一条路来？我又不是神仙，岂能知道他将来如何？但总之，你以后要多与他走动，他以后肯定对你的仕途有帮助。晚辈知道了，钱老。小仙啊，你说天下人有没有谁能够将一身才华隐藏10几年？这个小仙不知道。10余年里装痴卖傻，未曾露出丝毫破绽。前些天他一鸣惊人，展露出了那令世间所有读书人失色的才华。你说的是谁？临安陈小富。没听说过，但听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诗词文章写得很好？不是很好，是极好。他的诗词能入文风阁的第6、7层楼。那么厉害吗？你说老夫若是将他弄到这帝京来，他会不会如这些琼花树一样熬不过第1个寒冬呢？有相聚就要有离别，安小薇已出来1个月有，这日他便要回帝京了。钱老说女皇陛下应该就是这些天会收到他的信，不过女皇陛下究竟何时会发出旨意，这个就说不一定了。我虽很想尽快去帝京见你，但你也知道瓦尼山下的那些事正在进行，所以我来帝京会迟一些。我知道的，只是心里还是希望你能早一些来，我会在帝京等你。我会一直想你的，要多吃饭，知道吗？这时梁静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小薇，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吉安，我走了，你要保重，我在地京等你。二女登上了马车，马车慢慢走远，陈吉安还站在原地望着远方。这一刻，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接下来的日子，陈吉安每日都会往瓦尼山下去，看看那边的进度如何了。这一日，他刚回来就看见老黄在院里喝着酒，随后他便走了上去。老黄，如果我要从村子里挑选出100来号人组成一个护卫队，谁来当教头合适？接上集，陈吉安刚从村中回来，就打算弄一支100人护卫队玩玩。弄护卫队干啥？就当是玩玩。小事，那老奴就去给少爷请一个教头来。好，那这事就拜托你了。将教头请来之后，带他来见我，我给他说说如何练这100来个兵。好，对了，老夫人回来了，少爷您看看要不要去东院见见老夫人？吉安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真没想到你现在能出息成这样，奶奶真替你高兴。这全靠奶奶平日里所积攒的功德，那也是你的福分。奶奶也听说钱世林要给你寻一道护身符，他向女皇陛下举荐你这件事，你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那日在庆元钱老的话听起来有十足的把握，难道他是诓我的？他倒不是诓你，奶奶的意思是，就算女皇陛下真破格用了你，这护身符虽好，但在奶奶看来，终究还是要自己更强大。这个我知道的，奶奶，我会努力学更多的东西，让自己强大起来。你既然答应了钱世林，这便说明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你得在离开临安之前将内力练出来，这样你多少能有几分自保之力。对了，奶奶，老黄给了我一本小册册，说你能教我。这个老黄告诉我了，我这次外出回来，弄到了一些珍贵的草药，这接下来你每10天都需要用药水来泡一次澡，这样有助于你习武。那谢谢奶奶了。你将那本小册子里的内力运行图牢牢地记在心中，奶奶要熬药了，傍晚时候你再过来。好的，奶奶。说完，他离开了东院，回到了南院。随后，庄奶奶便又叫来了老黄。这次去地京见到了老鬼没有？见到了。老鬼说他在临安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保护吉安。可当年说过，他不插手少爷的事。算了，多一双眼睛帮吉安看着一点危险也是好的。何况老鬼还将哑巴放在了临安城。什么？哑巴也在临安城？这边陈小富正努力地看着那本武功小册册，看了一会便放下书。阿来，怎么才能把武功练好？练武这个东西有3重门，第一重就是入门。阿来说了一堆，陈小富也听得半懂不懂的。这时翠红走了过来。少爷，老夫人说药熬好了，你可以过去了。好。此时屋里放着一个大木桶，充斥着一股药味。切记抛开所有杂念，这第一次洗髓可能会痒，可能会痛，这是好事。好的，奶奶，我会坚持住的。我在外边守着，实在受不了就喊我。说完，他便走了出去。陈小富也脱了衣服进入了木桶之。接上集，庄奶奶让陈吉安泡在药桶里面，让他好尽快打通身上的经脉。此时3个时辰已经过去，可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怎么回事？都3个时辰了，里面一点动静没有，会不会出了岔子？药材没有问题。老身回来的时候去过一趟无极关，冷道士亲自验过。万一他入了顿悟之境，身体便不会有任何感受。要不要进去看看？顿悟之境，这是练武者梦寐以求之境，不可能。这时门开了，陈吉安从屋里走出来。吉安，你感觉怎么样？没什么感觉，就跟睡了一觉一样。看来这药对他不起作用啊，老天可能都不让你练武吧。庄奶奶不信，随后便给陈吉安诊起了脉。这一诊脉吓了他一跳。通了，任督2脉已经打通了。吉安，你一洗破3境，也算是下阶武者了。这么容易？现在看来，奶奶低估了你的潜力。随后，庄奶奶拿出一本剑谱。吉安，这是一本剑谱，阿来的师傅托我带给你的，乃道家至高剑诀，你姑且看看，练练。陈小富点了点头，将这剑谱揣入了怀中。多谢奶奶。行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说好的去临安，你偏偏又改变了主意，你为啥又不去了呢？因为陈吉安会来地京了。你让内务司的人请他来地京的。不，
是女皇陛下派了天使去了临安。女皇陛下下旨召他入地京，这是要给他个官儿当当了。这时有一妇人走了进来，老鬼，可否赏脸，喝一杯？皇上有此雅兴，请奴才喝酒。奴才自然是高兴还来不及的。朕就是想要问问你，这17年来关于吉安的消息，几乎都是你给朕的，你为何要骗朕17年？老奴不敢。吉安之前一直是一事无成，但就上次跳楼之后，不知怎么就开窍了。哎，他若是不变还会更好一些，这一变变得天下皆知，朕就有些为难了。皇上，奴才斗胆说几句，你若安在，他自然在临安无恙。可若你先去，皇上以为他还能安然吗？我已召他入京，以后看他的造化吧。这一日，陈吉安正在屋中看着一封请柬，老黄带着一个壮汉走了进来。少爷，前些日子你不是说要找个教头吗？老奴给你找来了，他叫夏侯长胜，曾经长乐皇帝时候的大内侍卫统领。见过少爷。陈吉安看了看夏侯长胜，老黄找的，我自然信任。老黄，你先带他去村里选100名强力壮年，明天我写一本练兵之法给你。说完便起身往外走。少爷，你要去哪？去赏月楼赚钱。赏月楼不是烟花之地吗？那里只能花钱，怎么可能赚钱？原来刚才的请柬是赏月楼的花魁红袖姑娘送来的。这1年1度的花魁大赛的时间剩下月余，她还没有一手好，她愿意重金求辞。红袖姑娘尚在梳妆，待会就会过来。要见红袖姑娘一舞太不容易了，诸位师兄弟可要拿出真本事，写出一首最好的诗词来。话音刚落，这时陈吉安走了进来。接上集，陈吉安接到赏月楼花魁的邀请，随后他便来到这里，谁料进门就看见玉福。这不是玉福公子吗？怎么在哪都能看见你呢？玉福一看陈吉安也来了，怒气一下就飙满。我怎么就不能来？行啊，那一会红袖姑娘出来，敢不敢再与本公子赌一局？玉福想起之前输的那11万两，不敢说话了。他现在知道陈吉安是有真实才学的。这时花魁红袖从楼上走了下来。陈公子可算是来了。那日让丫鬟在聚贤楼前给你的信，公子没看吗？不好意思，那日回去就忘了。没事的，今日来了便好。随后红袖便对着在场的人说：诸位公子不好意思了哦，陈公子来了，奴家自然是要陪陈公子的。众人听见后都满眼怒气地看向陈吉安。随后他便跟红袖进了房间。红袖早已备下酒宴，一直喝到夜深，提了词才离开赏月楼。马车刚行驶到十字大街，忽然从对面回来6个黑衣人，把马车拦住。你们是什么人？要你们命的人。随后那几个飞衣便冲着马车袭来。阿来刚要动手，只见车内忽然射出几支女箭，飞衣人全部毙命。公子，这是什么暗器？属实厉害。这叫诸葛连弩，一次可放6支弩箭。前几日我让张大爷打造出来的，一直放在车里，没想到今日还真用上了。那这些人怎么处理？是生是死，就看他们的造化吧。咱们走。随后二人便驾车回花溪别院了。快，陈小福遇袭的消息也传到了府衙。你说陈吉安在路上被5、6个黑衣人截住了？是啊，大人，我刚好从十字大街那过就看到了，马上就来通知你们。赶紧命薛将军守住4方城门，不许任何人出城，叫上现在府衙所有人跟我去救陈公子。是。没一会，葛子健带人便来到了十字大街，只见地上面躺着6个人，去看看有没有活口。好巧不巧，正好有一个还有呼吸。大人，这个人还有呼吸？葛子健马上跑过来，便问道：说陈公子死了没有？哪去了？没，他没死，他回府了。这时葛子健松了一口气，如果陈吉安真出什么事，估计他这个府衙也别想当了。来人，先把他带回去，关起来。大人，不先审审吗？审个屁！这是你我能审的吗？审出来了幕后真凶怎么办？明日将这厮押去花溪别院，交给陈公子吧。第二日一早，陈吉安便把这事跟奶奶说了。这件事究竟是谁做的？奶奶会查清楚。这时翠红走了进来。少爷，城首府葛大人求见你。他来找我干什么？肯定有事，你去看看吧。说完，陈吉安便来到门口，只见葛子健后面站着4个人，地上面还跪着一个。随后陈吉安便把众人让进了府内。魏兄知道的太晚了一些，还好贤弟无恙，否则魏兄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兄长说的可是昨晚我遇袭的事情？正是，一个个活得不耐烦了，竟然敢对贤弟下手。正好昨晚我去了之后，有一个还活着，今天把他就给你送来了。接上集，陈吉安死里，葛子健为了讨好陈吉安，把一个刺客送到了花溪别院。葛大人为何给我送来？魏兄审问就要按照规矩上报到刑部，卷宗万一被有些人看见了，这不太好，所以就将他给你送来了。那就多谢葛兄了，我这就问问这该死的东西。那魏兄就不耽误贤弟了，
衙门里还有许多事，魏兄得回去处理啊。好，那改日我必登门拜访。做完格子剑便离开了。陈吉安随后便开始审起那个刺客来，说是谁派你来的？刺客只是低头，保持着沉默。你小子跟我玩沉默，是金是布？有让你开口的地方。阿来，走，带他去瓦尼山铁匠铺。生火，少爷，我今儿个要打一把绝世好剑。少爷，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是谁？怎么弄这来了？祭剑，淬火之法通常有2种，其一为水，其2为油。少爷，今儿个这把剑用血来淬火。那刺客这一听，吓得面色惨白。不要，陈公子。怕了吗？怕的话就乖乖说出是谁派你来的。是烟雨阁给我们的任务。烟雨阁，你知道烟雨阁吗？江湖中最神秘的杀手组织，与越国的神仙连齐名。阁主是谁？师父说，天下见过烟雨阁阁主的人屈指可数，就算是他，也只听说阁主自称杜氏三娘。随后，陈吉安又看向了刺客，说：“你的主人在哪？”我们也没见过，每次下达任务前都是通过书信传达的。陈小富看问不出来什么，便也没再问。行了，阿来把他埋了吧。昨晚少爷遇袭的事情，你听说了吗？听说了。说会不会是帝京那位大夫人干的？这个现在不好说。100个兵我挑好了，看来我要抓紧训练，这样好能第一时间保护好少爷。少爷，那人我已经处理了。很好，走，咱们去卓记钱庄。去那干什么？取钱。随后，陈吉安便来到了钱庄。自我介绍一下，老夫姓卓，名同书，卓记钱庄的大掌柜。今日前来就是想问问这几天有没有人给本公子存入了10万两银子。原来之前赢的那10万两，玉福一直在拖着，昨天在赏月楼正好遇到，他说已经存给陈吉安了。有的，今天早上刚开门就有一群少年前来，他们给陈公子存入了10万两银子。那就好，帮我换成银票，我要带走。陈公子有没有兴趣用这些银子赚来更多的银子？卓大掌柜有什么好生意？金岁自入夏以来，江南诸地少雨，但黄河流域却多暴雨，多地已出现少粮现象。这时候什么东西最赚钱？什么东西？自然是粮食。你的意思是？老夫之意在于囤粮，金岁欠收，明年粮食价格必然暴涨，所赚之利润，陈公子可以想一想，肯定少不了。陈吉安看了看卓童书，这银子本公子赚不了。为什么？粮价关乎着民生，粮价的暴涨带来的不仅仅是百姓生活的艰难，更可能引发国内的暴乱。告辞。说完就离开了钱庄。陈吉安前脚刚走，2楼隔壁房间里走出来了一个人。卓童书，你输了。萧公公，你赢了。不是咱家赢了，是陈小富赢了。接上集，陈吉安来钱庄取钱，谁料钱庄老板问他想不想发一笔横财，但当场就被陈吉安拒绝。陛下没有看错陈公子。如此说来，此子入帝京之后定会受陛下重用，不知公公何时前去花溪别院宣旨？不急，陛下既然命咱家多看看，那就再多看看。回到家里，正好看见夏侯长胜和老黄聊天。夏侯长胜，人都找齐了吗？少爷，都找齐了，正在按你的那个兵书在练兵。另外，此兵书绝不可外传，我不需要用它来扬名，我只需要你在最短的时间里将那100个兵训练成我想要的样子。少爷，按你兵书上面的练法，如果人人都能练出来，那真是一个能顶10个。好好练吧，以后他就是属于我的特种部队。此时女皇正坐在龙案前，看着手里的奏折，当真是一个头两个大。朕千叮嘱万交代，河南道的灾民要在河南道解决。这时女皇看了看下面户部尚书李元惠。李尚书，臣在。朕问你，河南道灾情在2个月前就传入了帝京，朕命你调拨粮食100万担用于救灾，你究竟调拨了多少粮食？回皇上，臣调拨了足足100万担。100万担粮食就是1亿斤，这才2个月的时间，那些灾民已涌入了江南道。你给朕解释一下，他们既然有吃的，为什么还会向江南道跑？老臣所知的消息是，第一批粮食送至灾区的时候，灾区的灾民早已离去。皇上，臣倒是以为那些赈灾的粮食，恐怕早已落入了许多官吏的口袋。去岁朕杀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他们还敢？回皇上，他们敢与不敢，请皇上让内务司一查便知。廖大人，内务司不得干政。那以潘大人的意思，当让哪个衙门去查此事？自然是吏部和刑部。行了，尔等都退下吧，朕累了。随后，女皇便回到了寝宫，思绪了半天，便说道：“魏奴儿。”老奴在。吩咐大内侍卫统领段正，命他挑100好手，以镖局之名随朕出去走一趟。朕微服私访，要亲眼看看那些粮食究竟去了何处。
喂，老鬼，他的消息在地京已流传开了呢，而且听说他还打了左相的孙子。这个我知道。你说他来了，地京那位左相孙子是不是就要杀他了呢？呵呵，他要是来了，如果他有真本事，还不一定谁杀了谁呢。这时一个小太监走了进来。王大人，女皇宣你过去一趟。好。朕这些年不允许内务司干政，你会不会心有不甘？不，老奴不敢。天下还有你不敢的事。大周是陛下的天下，老奴哪里有那胆子逾越半步？老奴不敢的事多了。那你告诉朕，夏侯长胜怎么会在花溪别院？你再告诉朕，内务司3殿之一的长生殿殿主诸葛青云，他怎么会在魏国的长淮军府上出现？老奴这些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陛下说的这些老奴哪里知道？知道朕为何还没有让萧衍将圣旨宣给陈小妇吗？老奴不知。你不要自作聪明，你做的越多，对他越不利。收拾一下，明日一早，你陪朕出去走走。陛下想去哪？临安。接上集女皇打算出宫微服私访。第二日一早，老鬼跟着女皇便悄悄地出了宫。瓦尼山上的工棚搭建好了没有？昨儿个搭建好了，少爷，您搭建那几处工棚来做甚？收留灾民，叫你来就是说这个事。收留什么难民？河南道的灾民应该就是这2天就要抵达临安了，咱们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吧。这时翠红走了过来。少爷，葛城守前来拜访。贤弟，魏兄这么早来，可有打扰贤弟清静？兄弟之间说这些见外了，兄长前来，所谓何事？前几日你说的那些难民已经抵达城外了，那咱们去瞧瞧。贤弟啊，你真要收留那些灾民？当然，兄长可有什么难处吗？难处是有的，这难民太多，如果都放进来，这城中的粮食肯定不够，而且还没有住的地方。兄长这个不劳您费心，小弟已经在瓦尼山建好工棚，都已安置妥当。好，那贤弟随我去开城门。没一会，二人便登上了城。向下一看，乌泱泱的都是难民。贤弟，这大概有上千人了，你打算全收了吗？兄长下令开门吧，然后我直接就把他们带到瓦尼山。城门打开，大批的难民进了城。这一切都被萧公公看在眼里。这位陈公子倒是个妙人儿，童叔，你瞧瞧，所有人都对那些灾民避之不及，可这位陈公子，他却与那些灾民们打得火热。看来女皇陛下没看错人。可他如何养活那么多的灾民？这就要请公公给女皇陛下写一封信赈灾的粮食，与其通过官府，不如直接给他。此时众人已经都来到了瓦尼山上，一个老者当场就给陈吉安跪了下来。谢公子大恩，收留吾等。老大爷，快请起！你们的苦难，我陈小妇感同身受。来到这里临安，是你们逃难的终点，也是你们重新开启一段新生活的起点。随后众人全都跪下感谢陈吉安。诸位，我虽收留了你们，但以后的日子还要靠你们的双手打造。然后陈吉安指了指后面那片山，那边有荒地可开垦，这些开垦出来的荒地将落在你们的个人的名下，将来庄稼有了收成，我陈小妇只取一半，不知你们是否同意？同意，我们同意。随后陈吉安又交代了一番，便被同理了。这时收留千名难民的事情也传到钱老的耳中。我果然没有看错吉安呐，不过……随后钱老看了看格子剑。吉安他挡了你的财路了吧？钱老，倒不是陈公子挡了晚辈的财路，在老夫面前就莫要说那些假话了。赈灾款这玩意儿，老夫又不是不知道。他接了难民，朝廷就不会拨款了。我倒是无所谓。陈吉安把这些灾民都给安顿了，别的县令或者州府的大人们会怎么想？晚辈的意思是，陈公子此举会不会得罪太多的人？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历练吧。此时地京通往临安的官路上，有一支队伍快了些。老鬼啊，开阳神将府的那大夫人带着他的儿子女儿也去了临安，估计就这2天也就到了。他若是还沉得住气，才不正常。你说他要是大闹花溪别院，要将吉安给赶出去，吉安会怎么办？接上集，陈吉安接收了数千难民，把他们安顿到瓦尼山，而女皇也正在来临安的路上面。只要庄老夫人还活着，他就得夹着尾巴做人。陈吉安接济1000人难民的事情，很快便惊动了全城。临安书院院正李举得知后，主动在书院进行了募捐，3000学子募得4万余两银子，随后便都送到了花溪别院。第二日，吉安刚起来，翠红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少爷，地京那位大夫人来了。陈吉安瞬间他现在何处？大夫人的车驾现就在门外。那怎么不进来？少爷，按理少爷当出门去迎接。还有这种规矩，我可不去。陈小妇话音刚落，大夫人便走了进来，后边跟着他的儿子陈佑宁和女儿陈若女。哟，有10年没见了吧？你看来是真长大了呀。但你
依旧不懂规矩，还是没有教养。此时站在一旁的翠红紧张极了，但却见陈小富依旧稳如泰山。还不过来请安？你在想什么呢？话音刚落，只见陈吉安抬手就把茶杯扔来，正中陈佑宁面。陈吉安，你敢拿东西？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陈佑宁这时看到陈吉安发狠的眼神，也害怕了。你好大个胆子！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这时大管家陈实跑了过来。且慢！怎么，你一个下人也想拦我吗？这府里一点规矩也没有了吗？你还知道规矩吗？你若是懂规矩，当去东院先给奶奶问安才对。本夫人处置了你，自然会去给老夫人问安，还不快给我拿下！这时后边的护卫便向着陈小夫走过去，谁料陈若雨跑过去拦在了前。娘亲，女儿以为这里不需要你以为，退下。陈若雨没办法，只能回头对陈小夫说道：“大哥，快跑，去找奶奶救你！”陈小夫这才知道这姑娘原来是自己的妹妹，这时他心里感觉暖暖。妹妹，放心，你哥我现在可不是以前了。阿来，看你的！好的，少爷。说完，阿来便冲了上去，没一会便那几个护卫都打在地。开眼妮和陈佑宁这时候已经待在了原地。这时下人走了进来，少爷离恩书院王子贤求见少爷，请他进来。随后王子贤走了进来。陈兄，在下王子贤。是这样，听闻陈兄前几日救几些难民，正好家中做粮食生意，送来1万担的粮食以示资助。多谢子贤兄，真是雪中送炭啊！哈燕妮和陈佑宁顿时吃了一惊。这时下人又来禀报，少爷，红袖姑娘求见，说是给你送银子来了。好，有请。这时蔡燕妮心里一颤，又瞪大了眼睛。这是什么情况？给他又送粮食又送钱的，这个私生子什么时候人缘如此之好了？不行，此子恐怖如斯，必须尽快除去，否则后患无穷。此时陈佑宁扑通一声就跪在了老太太的面前，一边哭一边说道：“他用的茶盏是想要砸死我，还请奶奶给孙儿做主。”吉安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起来吧，打打闹闹算不了什么，你说是不是啊，燕妮？是，娘说的是。你在地京待得好好的，跑来临安作甚？婆婆不要生气，我这不是听说吉安有惊人的变化吗？实在很是好奇，这便急急忙忙的来了。接上集，吉安狠狠地教训了太阳神府的那位大少奶奶，谁料陈佑宁仗着自己是正牌大少爷，便来装奶奶这告状。今日见他果然是不一样了，媳妇这也就放心了。至于开阳神将府今日见了吉安，开阳神将府就由他来继承吧。延安，你起来，随娘去给你大哥道歉。蔡燕妮这番话不仅仅令陈佑宁找不着北，也令庄老夫人吃了一惊。娘，我不去。你这是翅膀硬了也不将娘放在眼里了吗？孩儿不敢。佑宁啊，你是奶奶的亲孙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奶奶还是要说你2句，在你哥哥面前谦逊一些，不要将仇恨放在心里。你有许多地方需要向他学习。孙儿知道了。你知道就好。若雨呢？他在南院。大哥，你以前是装傻吗？是啊，大哥以前装傻装得像吗？可像了，只是那时候我还小，倒不觉得是傻。好了，你一路舟车劳顿，早些去歇息吧。我要出去一趟。去哪里？庆元。此时庆元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听说他带着那些灾民们在瓦尼山南麓的十里河两岸正在开垦荒地。如此说来，吉安有能臣之相，而无权臣之能了。老鬼，看来他放在你那棺材里不合适啊。陛下，您需要的并不是能臣，您真正需要的是权臣。老奴相信吉安接手了内务司，陛下就能放心的用内务司了。那么内务司就不再会是陛下心里的刺。女皇看了看老鬼，然后看向了钱老。待会他来了，不要让他知道朕的身份。从现在起，朕就是你的远房侄女。老鬼，你就是我的管家。这时下人跑了过来。主人，陈公子到。有请陈公子。陈小富刚走进来，便看到了其他人。哦，有客人在，那小子要不改天再来。都不是外人，快快落座。她是老夫的远房侄女，今儿请你前来，就是老夫想知道你为何要救那些灾民。你知不知道你的这一善举，或许会让朝堂中的许多人不高兴。钱老，给你说句真心话，救那些灾民的时候，我哪里想过那么多？是就看他们太可怜，算了，有些话我还是不要了，说太敏感。这里也没外人，说来听听无妨的。此间话，此间了。再说，就算是女皇陛下也不会因言治罪。你想说什么就说吧。随后陈小富便又开了口。现在咱们大周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当官的在做什么？女皇在做什么？这话令钱世林心里猛一咯噔。还是不让他说好了。如果开罪了殿下，那可怎么办？可是现在也拦不住，
随后陈吉安又是说了一通，都是贬低朝廷的话。说完之后，钱世林便偷偷的看向女皇。那你这话的意思是，最好换个皇帝了？这时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陈小富。那倒不是，皇帝是个职业，皇帝也是人，是人就有缺点，就会犯错。要想当个好皇帝，其实只需要懂得用好人就行了。接上集，女皇来到临安，谁料陈吉安不知道她是女皇，把女皇和朝中的官使都痛批了一遍。众人一听，真替他捏一把汗。不错，小兄弟见解非常独到，我要在临安小住几日，不知小兄弟这几天都能来钱辽府上一叙呢？大婶，倒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真的没有时间。你要忙什么？难民那边还有一堆事情要处理，所以还请见谅。又聊了一会，陈小富便回了别院。回来后，陈若雨便来找陈小富，说明天就要回地京了。怎么不多待几天，这就回去了？这个我也做不了主，只能听娘的。好，过些日子我也要去地京了，到时候我去找你。好的，大哥。昨夜我也想了一宿，我答应你，就让他去内务司吧。老奴多谢陛下。你不需要谢我，这孩子我很喜欢。知道我为什么答应了你让他继承内务司吗？老奴不知。因为我很好奇他住在了你那鬼地方之后，你那鬼地方会变成个什么模样？老鬼笑了笑，没有回答。走，陪我去十里河看看那些难民吧。说完，女皇便推着老鬼出了沁园。她没有带任何人，只有她跟老鬼。而在一间破庙内，有几人正在计划着一场暗杀行动。你们所有人切记，不要恋战，杀死陈小富后，不要回临安。所有人去南屏山上的二郎庙会合。好。虽说你们都是烟雨阁的老人了，但我还是要重申一句，任务若是失败，只能以死谢罪，明白了吗？明白。好，行动。此时，陈小富正带着大家伙烧火开荒，满山的烟雾，而女皇推着老鬼在老远就看见烟雾。失火了？应该不是，那边正好是十里河方向，可能那些灾民在烧荒草呢吧。就在这时，刚才那几个人从他们身后跑了过去。陛下，刚才这几个人像是奔着十里河那边去的，而且据我观察，这几个人武功不低，要不咱们先回沁园。如果奔十里河那边，恐怕是对吉安不利的，走过去看看。这几个黑衣人也没料想十里河会起了这么大的烟雾，远处看不见的烟雾中有人声传来，他们马上都躲了起来。走走走，这呛死人了！少爷吩咐所有人都离开。陈小富那狗东西果然是在这里，不过行动的改变一下，烟雾太大，不能用弓箭远程射杀他了。咱们一会就混进那些难民里面去，找机会接近陈小富，然后再下手。好。说完，几人便向着难民那边跑去。此时陈小富正在跟大家商量着开垦的事宜。这时那几个人已经悄悄来到陈小富身边，见时机成熟，拿着匕首便刺了过去。不好，有刺客！这时夏侯长胜带着人赶过来，刺客见任务失败，马上向深山跑去。少爷，怎么样？有没有事？我没事，快去请大夫救大爷。少爷，那几个人还要不要追？追，留活口。说完，夏侯长胜便带着人向着那些人逃跑的方向追去。这时老鬼和女皇也已经赶过来。接上，烟雨楼刺客再次刺杀陈吉安，谁料又失败了，便跑进深山。这时女皇推着老鬼来到陈吉安面前。这位老者伤势不轻，快扶他下山，我给他医治。随后众人便都回到了花溪别院。当无性命之忧，只是需要多躺一些日子。多谢大爷。两位请。翠红吩咐厨房做一桌好菜。没一会，饭菜已经做好，众人便都上了桌。你可知刺杀你的是何人？算是知道一半吧。那另外一半呢？另外一半等我这几天有时间了，一定会去查一查。小兄弟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不瞒你说，我的前16年里一直在隐忍，就在前一阵经历了跳楼的事件后，我的各种仇家便开始都浮出水面了。小兄弟的意思是你不止一个仇家喽？又聊了一会，女皇和老鬼便告辞回了沁园。前脚刚走，阿来就走了过来。刺客抓到了吗？抓是抓到了，不过都已经死了。死了？我不是说留活口吗？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身中剧毒，死在后山坡了。剧毒？他们早已服过毒，此毒名叫石骨穿心丸。此毒江湖中只有一人会配制。谁？独郎中。怎么才能找到他？天下真正见过独郎中真面目的人屈指可数，或许我师父知道。过2天你带我去拜访一下你师父，我要一查到底。第二日，女皇的车队悄悄地离开了安，这一次向河南岛去。此时，城守葛子健带着汤师爷站在山上，看着十里河方向。汤师爷，属下在。本官有时候在想，他究竟是在利用这些灾民，还是真的在给灾民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大人，
或许两者皆有。倘若两者皆有，便是双赢。看来本官还是小看了这位贤弟。此时陈吉安坐着马车向着青云山而去，下午便先到了青云山下的青云。少爷，青云集到了，是找个客栈住下，还是连夜去无极关？找个客栈住下吧，明日一早再去。随后便来到了名为龙门客栈的地方。这龙门客栈竟然都开到这破地方来了。你的意思是这客栈别的地方还有？论多了去了，外边不管打成什么样，进了龙门客栈就不再动武，而且这地方还是武林中最大的情报站。你这意思什么情报都能打听到？是的，不过要花钱的。原来这样。随后几人便走了进去，然后找了张桌坐了下。客官，您吃饭还是住店？吃饭也住店。小二，我问你，打听消息找谁？那你得找我们掌柜的了。那边那个就是。随后陈吉安便走到柜台前。掌柜的，打听个事。1000两银子。随后陈吉安便把银票放在桌子上面。这是1000两，请问烟雨阁？打住，烟雨阁又1万两。没办法，陈吉安又拿出几张银票。呵呵，老夫就喜欢公子这样的客人。收了银票，然后掌柜给了陈吉安一个小木盒。你要的消息就在这木盒中。随后陈吉安打开木盒，从里面拿出一张纸，便看了起来，上面写着：渭水湖心有一岛，岛上有隔烟雨间，继承之南有香山，云开雾散见飞檐，杜13娘33，头插红花洗温泉。就这几个字，1万两银子，一字几百金啊！接上集，陈吉安来到龙门客栈，不惜重金买来了关于烟雨阁的信息，但仅仅只有几句藏头诗。公子，本店规矩，售出概不退还。我想知道杜13娘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这个真没有，给再多的银子也没有。没办法，陈吉安只能回到桌前，看着那几句藏头诗，大概猜出了杜13娘是个喜欢泡温泉的女人。第二日，几人便来到了无极观。刚进观内，就看见一个邋遢的身材消瘦的老道士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野鸡。回来了，正好这有只野鸡，拿去处理一下，招待客人。对了，水缸里的水没有了，去给为师挑满。好的，师傅。说完，阿来便走了。老道士走到陈吉安面前，抓起他的手，便开始诊脉。不应该啊，洗髓几次了？4次。这不对啊，你没有近女色吧？这个真没有。那就好，切记在功法大成之前，绝不能近女色。可我明年就要与小薇成亲啊！你若不想死，就不能成亲。那你这意思，我一辈子也不能成亲了吗？那倒不是，你修炼出大威天龙之相后，便能成亲了。别这个那个了，走，咱们进屋吧。随后几人便进了屋。你知道独郎中是谁吗？在哪里？独郎中就是独郎中，他在帝京的医圣堂，一个60多岁的头发稀疏的老头子。你要找他治病吗？随后陈吉安便把这2次遇刺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独郎中是制毒的高手，他这称呼虽然带着个毒字，但他本人却是个悬壶济世的老好人，所以他与烟雨阁并无关系。你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因为他是我小师弟。我听老黄说你在偷偷的练兵，还写了个什么兵法。这个老黄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呢？难道你小子要谋反吗？你只要点点头，贫道助你一臂之力。不是的，也是以后为了自保而已。这时阿来把做好野鸡端了上来，吃完后阿来便带着陈吉安去后山纳凉。女皇陛下还没有旨意传来。钱老说应该快了，我倒是希望来得更晚一些。为什么？当官有当官的好处，也有坏处。这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面对左相潘不负。我现在怀疑烟雨阁2次对我的刺杀这件事，就是潘不负做的。对，我现在都怀疑前2次的刺杀是不是他让烟雨阁做的。从我在那几句诗来判断，这烟雨阁的总部在魏国，魏国没可能有人会想要我的命。几人又在这里聊了一会，便回去了。第二日辞了那老道，几人便下山来到龙门客栈来取马车。刚进来，掌柜便跟陈吉安说道：“小哥回来了，老夫打算免费送你个消息。”什么消息？说来听听。找到三爷了。谁是三爷？烟雨阁大州分舵总舵主陈静兰，陈三爷。陈吉安一听是关于烟雨阁的，瞬间便精神起来。他在哪里？有何特征？免费的消息只有一个，你要的这2个消息需要给银子。没办法，陈吉安只能又拿出银子。那是一个秃顶的微胖的身高只有5指的中年男子，特别喜欢用香料，尤其是檀香。他就住在帝京，但他的住处不止一处。随后他又给了陈吉安一张纸，上面写了这12处住的地址。这时管家陈实跑了过来：“少爷快回家吧，圣旨到了。”接上集，陈吉安刚从青云山上下来，管家陈实便来找他，说女皇下的圣旨已经到了。少爷，赶紧回去吧，圣旨已经到了。此时女皇和老鬼走在河南的黄河边的一座小县城，洪水刚刚退去，城里现在已是破败不堪。这便是满目疮痍吧？朕万万没有想到，
灾情会如此严重，一座10余万人的县城竟然空无一人。老奴倒是以为人祸比水灾更为严重，这一路与陛下马不停蹄地走来，所见皆是灾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那些官员呢？女皇低头深思一会，随后便说道：“看来要让吉安赶紧上位了。”传旨的萧公公早已离开，那道圣旨是由庄老夫人代陈小妇接下的。你先看看这个圣旨吧。陈小妇接过这圣旨，展开来一瞧。朕闻临安陈小妇有比肩大儒之才，朕欣喜之。朕不拘一格降人才，赐陈小妇监察院御史，有监察百官风文奏事之权，参与朝议，不受内阁节制，钦此。爷爷奶奶，这监察院御史是个极品官儿。朝廷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官职，可能是刚设立的，可以管百官，应该不小。吉安啊，爷爷和你奶奶皆认为这是个坑，会得罪很多人。爷爷奶奶放心，就算真是个火坑，孙儿也给他浇灭了平了。你准备何时出行？陈吉安想了想，上面没有限定时间，等2个月再出行。此时女皇站在黄河岸边，远处则跪着几个穿着官服的官员。陛下，那几个该死的官该如何处置？你既然说该死，就都杀了吧。好，小仙推我过去。这时老鬼来到那几个官员面前，此时那个官员已经吓得满头大汗。陛下已经下旨，要将尔等都推下这黄河之中。老大人饶命，老大人饶命！下官也是逼不得。哦，是吗？也不是不能给你们一条活路，还请老大人指点迷津。那这样，你们回去将你们的罪行和你逼不得已之事都写出来，要详细，要准确，要指名道姓。写出来之后，你派心腹送去临安花溪别院，交给陈小妇、陈公子。陈公子，你们知道？陈公子之才名早已传入了河南道，下官自然知道。行，那都回去吧，这是越快越好。那几个人赶紧就四散而去。这时女皇走了过来，朕要的是他们去死。他们都会死，而且还是死于同党之手。没过2日，那几个官员便选出一个人来到花溪别院。少爷，外面有个自称河西州知府庞伯胜的求见你。我也不认识他啊，南河西州的，难道是来接那些难民回去的？翠红，请这位知府大人进来。庞大人找本公子有何事？这时庞伯胜扑通跪在陈吉安面前。程公子救我！这是何意啊，庞大人？程公子，此事说来话长。随后他便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陈小妇听完顿时就惊呆了。等等，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那个看上去30来岁的头上插着一根银色发簪的女人，她是女皇陛下。程公子如假包换，她就是女皇陛下。陈吉安明白了，那天钱世林请自己去庆元，应该就是女皇陛下想要看看自己。接上集，陈吉安在河西州知府那里得知前几日的妇人既然是女皇，当场愣在了原地。庞大人啊，来，坐下慢慢聊。不是本公子说你们赈灾，多多少少还是要给灾民们一条活路嘛。小人之错，还请程公子救我。这时话锋一转，陈吉安对着旁边的翠红说道：“翠红啊，刚才程守大人来说，是不是前几日那些灾民的安置需要银子？”啊，对。我刚才听说好像需要40万两纹银呢，如果没有这安置的钱，我看就只能打回原籍了。他们许能遇见女皇陛下，女皇陛下当不会坐视不管的。程公子，小人有银子。你在河西州知府的位置上做了几年了？这个回程公子，小人当了6年的知府。庞大人，6年的俸禄，你怎么能拿得出40万两纹银呢？程公子，不瞒你说，这些银子本应该用在灾民身上，谁知我朱由蒙了心，都收了自己的口袋。庞大人，你这官肯定是当不了，你要想活命，就将你从踏入官场到现在所贪墨的银子都交出来，诚意懂吗？小人懂。拿出你所有的诚意，暂时先住这里吧，再仔细的将你所知道的所有贪污的官员都一五一十的写下来。小人明白，小人坦白。这庞大人在别院一待就5天，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河南道刺史商简书那里。你的意思是梁知县和邱知县他们都写了信送去了临安的花溪别院？回大人，正是。那么说庞伯胜真躲在了花溪别院？回大人，这个尚未能查实，但8、9不离十。看来又变天了，叫老于请几个江湖高手动手吧，不过要让他们死于意外。属下明白。这几日庞伯胜写出了很多同党，所牵扯的有32个县的县令，这案子陈小妇看的是心惊肉跳。这一天，陈小妇受钱世林之邀出门向庆元而去。老夫本以为你已去了地京，却不料你竟然还在临安。你是舍不得这临安呐，还是惧怕去地京？那天你也不提醒我，那位大婶就是女皇陛下，现在想想可都还在后怕啊。还有你陈公子怕的事，
难道就因为后怕就抗旨不遵了不成？倒不是抗旨不遵，只是觉得那圣旨又没有规定去地京的时间，便想着过完年再去。我可告诉你，陛下都已经回到地京了。还有，老鬼对你很欣赏，你去了地京要拜的码头，第一个就是他，明白了吗？怎么拜？认他当干爹吗？也不为是一道好主意。又聊了一会，陈小富便告辞回去。这刚踏入南院的门，便遇见了翠红。少爷，赏月楼的红袖姑娘都等你1个时辰了呢。咦，她来干什么？是不是我不来找你，你就不会去找我？这不是有点忙吗？红袖姑娘，咱们里面说话。听说陛下赏了你一个4品的官，你以后就更忙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地京？估计还得等半个月。你出行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咱们可以结伴同行。什么意思？难道你要去地京吗？你都去地京当官了，奴家在地京也想做点小生意。好，那我出行的时候就去告诉你。接上集，赏月楼花魁红袖得知陈吉安要去地京，便提出一起同行。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先回去了。时间过得很快，到了临走前一天，陈吉安去了十里河看了看那些村民，聊了一会，又去了瓦泥山的铁匠作坊，和张大爷交代了一下他走之后这里的事宜，然后便又去了训练那130人特种部队的地方。此时这些人早已个个身怀绝技。夏侯长胜，明日咱们便启程去地京了，让兄弟今日早早休息。好的，少爷。等到下午，他才回到花溪别院来找老黄。什么时候动身？明天一早。老黄曾经期盼着少爷能去地京，现在他忽然觉得有些舍不得。老黄，随我一同去地京吧。老奴要给少爷将这里守住，守好，还是不去了？行，那我也不强人所难。少爷，你要在地京立足，要在地京愉快的生活下去，你一定要去见一见老鬼。为什么？老鬼从来不是个喜欢花的人，但直到那日遇到了你正在葬花的母亲。姑娘，你为何要把这个花埋进土里？公子叶若要归根，花落也应该要归根，这便是轮回。若这片林都不存在了，这花瓣归根还有何意义？那就只能在秋日结种时候托付1粒种子给公子，不求再有这桃花满院，只要能活下1颗来就好，你愿意吗？呵呵，本公子当然愿意。谁料那年秋，吉庆皇宫起了一场大火，桃花林也被烧了个精光。大火中老鬼只把你救了出来，你母亲却不幸陨落，所以他一直记得那片桃花林，一直记得你母亲，也一直记得你。原来是这样啊！我说那老鬼看我的眼神这么特别呢。我说老黄啊，老鬼他会不会才是我爹？不可能。这时翠红走了过来。少爷葛子健葛大人求见，还带了2个人来。是吗？那快请。贤弟，你瞒的魏兄好苦啊！今儿个一早，魏兄才得到吏部发来你升官的告知文书。葛兄，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我当这官是太得罪人了。呵呵，那凭贤弟的智慧，肯定会遇难成祥的。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河南道刺史商大人的师爷于土于先生。在下见过御史大人。这河南道刺史就在磅礴胜烈的名单在内，今天让这师爷来，看来是来者不善啊。客气了，于师爷。说完，于师爷便拿出了10万两银票，还有一张地契放在桌子上。我家商大人朋友满天下，他也很想结交你这个朋友，奈何恰逢河南道水灾，我家大人太忙，所以才派小人前来，区区敬意，望请陈大人收下。这老东西还真是精得很啊！我还没上任去呢，礼物就先送过来了，看来也是想打探庞博胜消息的。于师爷，商大人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个我不能收，还请回去转告商大人。河南道的事，这可不是我陈小富能够决定的，终究还是得看陛下的意思，不是？陈吉安既然把陛下搬出来了，于师爷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往下说了，又闲聊了一会，2人便告辞走了。第2日，陈吉安收拾妥当，坐着马车，后边跟着他训练好的特种军士浩浩荡荡向着地京而去。